好，各位晚上好，我是董买买，全新蔚来 ES8带你来详细聊一聊。首先来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800伏吗？不是，是更先进的925伏。电机、电控、电池、空调、充电机都是925伏。蔚来说的925伏是靠真研发带来的925伏。蔚来的自研碳化硅功率模块甚至是1200伏的，别人真的没有。第二，动力如何？前电机180千瓦，后电机340千瓦，蔚来 ET9 的同款电动机，100公里加速在4秒钟之内，比燃油 V8 的揽胜是要快的。跟 ET9 比少了什么呢？没有先控转向，没有后轮转向，没有全主动悬架，所以这台车不会卖80万的。但用料奢华程度是一样的，甚至作为 ET9 车主，我觉得 ES8 在很多方面的奢华甚至超过了 ET9。电池容量有多大？标配102度，蔚来 ET9 的那块能换电吗？可以的。今年3月份的时候，蔚来 ET9 交付之时，这台车便可以换电了。蔚来已经在换电站部署了这块102度的电池，并且根据车主的位置、车辆的交付情况，实时动态的去增加换电站的电池。等到 ES8 全国交付的时候，这块102度的电池一定可以让你哪儿都能去。昨天斌哥刚刚直播了318国道从成都到珠峰大本营，沿途15座换电站，斌哥和力宏开着 ES8 全程依靠换电走完的，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电池的问题。有7座吗？有的，拍摄的时候就给了6座车和7座车，6座车是222布局，7座车是232布局，并且第2排和第3排完全可以放倒，形成一个巨大的平面。能跑多远？102度电池标配续航635公里。其实跑多远是看补能的，换电3分钟又再来635公里，跟加油其实没有区别了。珠峰都能去，全国都能跑，换电站3400多座，在没有换电站的地方也能充电。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什么特来电、小桔，甚至理想，他们建的充电桩，蔚来车主也可以使用啊，可以换可以充，就是比只能充多了几分从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抖音买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哈哈，开个玩笑啊！就是今年蔚来的产品序列真的十分生猛啊！乐道 L90 让我们看到了大3排纯电 SUV 的革新之作，看到了 L90 是怎么在市场上横扫千军的。标配85千瓦时电池，旗舰版本的售价还不到30万元，用先进的技术带来了大空间低能耗，6人10厢无压力，座座都是 VIP， 满足一家人的出行需求。而蔚来 ES8 则是把高端大3排 SUV 带入纯电时代。ES8 的客户人群瞄准的是奔驰的 GLS、宝马的 X7、路虎揽胜这样的用户。当然，他们有全家出门的需求，他们也有一定的商务属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多的奢侈用料，更多的先进技术带来的领先与优越。首先是尺寸，5280毫米的车长，2010毫米的车高，轴距长达3130毫米，比前座以及前座又大了不少。加上蔚来一贯的高阶审美，每一个人看到这车都觉得这车一眼贵，是所有人的评价。蔚来把这套设计语言简称为 Design for Success， 为成功而设计。前脸更加挺拔，标配双色车身，车顶占车高的1:3左右，优雅不显笨重，外加同级别最大的纯平侧窗玻璃，硬朗而具备力量感。前几天有一张这车在318跑时候的照片，正后方的视角，大型车的体量感跃然而上。拍摄的这台车甚至提供了22英寸的锻造轮毂，个人会更喜欢上一代22寸锻造轮毂的外观。但是这个轮毂也不错啦，265毫米的宽度可能会显得稍微有点遗憾啊，毕竟乐道上后轮都使用275毫米的宽度了。然后如你所见，后视镜上使用了小蓝灯，其实前几天力宏在318换电的时候就被大家发现了这个小蓝灯。未来的小蓝灯呢，你会发现它的亮度很均匀，因为里面有34颗灯珠。普通的厂商在做这个辅助驾驶小蓝灯的时候，一般用1到2颗灯珠把它点亮就完事儿了。所以高端产品啊，往往都在这些小的细节里不停的雕琢。前脸有一个有趣的分缝，我们称之为钢铁侠分缝，因为它长得像钢铁侠的头盔嘛。有一个巨大的前备舱，这个前备舱230升的容积，只比中国最大前备舱乐道 L90 的240升少了10升。做到这个容积也是未来11年纯电技术才能做到的技术，不是简单的说你把发动机挪走就可以换成前备舱就自然有的。你要考虑的是车内的散热模块的位置，考虑车辆的空调布置的位置，考虑散热管理模块的集成度，还要把电机电控高度的集成化，甚至保险丝都要上 eFuse 才能做出来这样空间的极致节约。在乐道 L90 的时候，斌哥有个生动的动画演示，除了蔚来，别人真的做不到。
实测呢，我放20寸的行李箱，外加一个大号的摄影包，空间呢是绰绰有余的。这是一个20寸的箱子，这是一个书包，整个在前备箱里面可以看到前备箱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230升。它唯一的对手比它大的也只有乐道 L90的240升了。而且这个前备箱还能放得下 New Life 正在销售的 Lemo 电助力折叠车。关闭前备舱。打开这个前备箱的方式也和 ET9 一样，你可以使用一脚踢的方式打开，你也可以喊 NoMe 打开，你也可以像乐道那样下车敲2下机盖打开。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特色的打开方式，你有没有发觉这个 NIO 的 logo 特别大？没错，匹配了这台车的体量，这个 NIO 的 logo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 logo。然后这个 logo 本身还是一个压电陶瓷，你压一下，前备箱一样是可以打开的。开启前备舱的时候，空气悬架也会联动下降。这个前备舱和 ET9 一样，也是电容防夹的，比感应式的防夹要灵敏得多。你看，我就敢把手放到侧边来试它的防夹。嗨，优米。关闭前备箱。在安全层面上，更便宜的乐道品牌 L90 也是电动防夹的，这就是未来这家公司的价值观啊。车呢是有价格区别的，用料上呢也一定有区别的，但是安全上能给足的，它都尽力给你标配了。乐道的这个能力比某些品牌自诩为高端的产品做的都要好，更别提他们跟蔚来来相比了，他们真的不配啊。本次呢，蔚来的设计语言 Double Dash 日间行车灯也更加升级了，配合这个硕大的车身，他们给了一个更宽的灯，而且灯里面是不灵不灵的钻石晶莹剔透的效果，仔细一看灯火璀璨。车灯的 HDPL 投影大灯，近光灯能覆盖6车道的宽度。对了，这个车灯还可以顺手做一个灯光秀，这个灯光秀3月份的时候在 ET9 上做了，就广受好评，于是 ES8 上也有了。这还没完啊，车灯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智能自适应的循迹光毯这次升级到了 2.0 版本，循迹光毯可以跟随车道线直行拐弯，并铺满整个车道，新增变道光毯、偏离车道指示、自动示宽等多项智能调节功能。当遇到需要礼让行人的场景，还能投射出一条类似于人行横道的装置。相比于 ET9 发布的时候，这次全新的软件做得更加用心了，直接可以开启投影演示，顺便还做了3套迎宾灯光。这个灯效跟 ET9 是一样的，就是你拿着钥匙或者手机靠近车的时候，车会在停车场中展示这个迎宾灯效，仪式感真的给你拉满。当然你说你需要低调没关系，你关掉便是，但是相信我，这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满足于情绪价值的玩意儿，还是开着吧。车顶呢以及车侧的激光雷达不用多说了，蔚来 ET9 的同款设计，侧面的激光雷达还有一帆风顺的寓意。车后部的尾灯，这次尾灯也加宽了，600颗 LED 灯珠加上480颗 Super Red 超级红灯光，识别度更高，夜晚也更加安全。超级红学名超红光 LED 会比普通的红光穿透力更强，当然价格也更贵。乐道 L90 以及萤火虫都标配了这样的灯珠。好了，以上就是全新蔚来 ES8 的外部，中国最大的纯电 SUV。下面开门上车，电吸门的设计，门把手会自动弹出，手搭在门把手的内侧，门把手就会自动弹开，这是蔚来的经典设计，无需多言。打开车门，每个人都会惊叹一声，这个 ES8 的内饰氛围真的做得太高级了。不知道从何说起，先说说氛围感吧。整车超过52平方的座舱都使用了软包材质，其中座椅还使用了 ET9 同款的安格斯公牛纳帕真皮，极致柔软亲肤，配合菱形格纹的横缝，你就说这是不是库里南这样的车才能给你的老前锋吧。顺便说一句这个真牛皮的事情啊，有人喊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为啥说这个真皮是来自于北美五大湖产区的中部玉米带所生产的安格斯公牛呢？因为他们那个地区的牛肉产量很高，牛皮是牛肉的附加品啊，没有人为了获得牛皮而去杀牛的，都是因为要吃牛肉所以才杀牛。在不能拒绝吃牛肉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把牛皮物尽其用吧，也能增加养牛的收入。
变相降低牛肉的价格，不是吗？前部车辆使用了 ET9 同样风格的 Skyline 天际屏，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特别出众，天然在视觉上把座舱一分为二，下部材料跟内饰的整体颜色是一致的，一直延伸到地板，奢华吧？而且未来在线条上的运用已经更加纯熟了，自然的曲面一直延伸到门板上，门板上的每一块木头都是云影真木，细腻而且光滑。乘坐空间上，得益于925伏全新电池包的卓越厚度 ，ES8 的座椅可以调得非常低，头部空间非常大，目光所及之处均是柔软高级的材料，中央部分的设计与 ET9 如出一辙。但是大家看一看，在光影闪耀之下，木头所反射出来的高级质感吧。整车的氛围灯带长度接近了10米，第三排也有专属的氛围灯光。顺便说一句，第三排的氛围灯 L90 也做了，这也是超规格的设计啊！很多比 L90 更贵的车，它都没有把氛围灯延伸到第三排，并且我的第三排也是有氛围灯的，也是有真木的，做的还是很到位的。第三排的座椅也是纳帕的。ES8 所使用的1600万色的氛围灯，你绝无可能看到灯光的发光部分，它一定都是使用大面积的散射出来。暗光下灯光过渡很自然，亮光下灯光也看得清楚。一般来说，这种大面积的使用氛围灯是很容易搞成土嗨风的，对吧？但是未来的氛围灯配合车内的座舱主题一起来的16套氛围灯主题，外加9大意境空间主题，完全让这个氛围灯既不喧宾夺主，又优雅好看。值得一提的是，我很喜欢这套新上的宇宙系列的主题啊，壁纸都变成了黑洞。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星际穿越》的时候，卡冈图雅黑洞给我带来的那种空灵与震撼。ES8 这个主题的氛围灯与壁纸的贴合显得相得益彰。进入二排，冰箱是必须有的，冰箱必须是电动门的，8.8升的冰箱支持零下20度到55摄氏度的宽广温域，大部分车规级冰箱都没法做到0度以下，ES8 这个可以。座椅可以说的东西就太多了。首先，这车有3把飞行零重力座椅，除了再熟悉不过的女王副驾，二排有2零重力座椅，所有的座椅调节按钮都放在了门板上。你看这一点就做得比 ET9 更好了。门板上的调节更加符合直觉，同时你手不用再往下去各种摸一摸。再者，因为没有了手部往下的调节，所以整个座椅可以变得更加宽大。二排2个零重力座椅支持一键145度的舒躺，最大的靠背角度调节达到了151度。而且后排这俩座椅还有贴贴的功能，右边的座椅可以向左侧移动，形成一个亲密的位置关系。想象一下，情侣在二排坐着的时候，或者说父母在二排照顾小朋友的时候，两个人也可以靠在一起看电影啊，都是非常明确的场景。而且二排座椅的所有调节都是电动的，而且是联动。比如说扶手，当座椅靠近贴贴的时候，右排座椅的右边扶手就会自动的升起来，当座椅返回的时候，右侧的扶手又会自动的放下去。你完全不用去想这个扶手到底该什么状态，你只管摁贴贴，其他的交给车机。你也完全不用担心在贴贴的过程中夹到手啊，一呢是做了防夹，另外呢就是正常粗细的手臂它就不会被夹到。虽然你看我在拍这期视频的时候，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还非常谨慎小心，视频里头也记录下来了我的谨慎，但是没关系，我想要的事情产品经理都想要了，真的就是夹不到。与二排座椅配合更好的是显示屏幕的效果，未来在前排上用的是 ET9 同款的 Tandem OLED 屏幕，这是苹果在 iPad Pro 级别才会用到的面板，支持杜比世界的能力，而且也是一块车规级。而后排这块可以折叠的屏幕尺寸则高达21.4英寸，也是一块车规级的 Mini LED 的屏幕，16:9的比例更加适合观影，3K 的分辨率，峰值亮度达到了10000尼特，支持杜比世界，支持 HDR Vivid。这块屏幕非常值得细细的说一下，首先是它的稀缺性，行业首发，车规级，别人都没有，未来 ES8 第一个上。这个尺寸的面板，别的车还在使用 LCD 呢。Mini LED 相对于 LCD 在峰值亮度以及分区上都会有极大的提升，视频的层次感受会更加明显。因为有了更多的分区之后，所以日常你会看到黑色漏光的概率就要小很多。几年前我买过一台98寸的电视，用的就是 Mini LED 的屏幕。大尺寸电视的面板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 LCD 这种低档产品了。
前排以及后排的屏幕都支持 Switch 一根线投屏，现场提供了一台 Switch 2，我在 ET9 上测试过，还不支持一根线投屏呢。不知道是硬件不同，还是我的 ET9 也要等待软件更新到 ES8 这个版本。你说这是不是倒反天罡？这台 ES8 会首发 CDA 2.0 的版本，会比这个 ET9 的这个版本更加新一些。都说到屏幕了，来说一说音响吧。27个扬声器，8.1点4.2的布局，额定功率2600瓦。按照一些企业喜欢标的峰值功率的写法，这套音响的功放可以轻松的说是3500瓦。但是在未来这儿，你看不到这样鸡贼的用法。ET9 上用的是后排中置环绕声单元，在 ES8 上因为车辆更高，所以未来 ES8 行业首发了2排天空中置扬声器。在看电影的时候，人物的人声定位感会显得更强，而且日常听音的时候，这套音响又有全球首发的超近临场虚拟声场，这是未来与 Drag 一起研发的，有传奇录音师、巅峰现场、金色音乐厅3大经典的场景。对于喜欢听交响乐的朋友，无脑直接选金色音乐厅，能够非常清晰地分辨出不同音乐的声部，同时又能感受到整体的磅礴。这一套音响调的真是非常好 ，ES8 首发 ，ET9 要等着后续的更新。大家去门店的时候，请一定要听一听。好了，影音这一部分算是聊完了，我们说回到2排座椅吧。座椅的横缝高级感一眼就知，2排也把安全带放在了座椅上，也就是说你躺着的姿势可以在行驶的过程中使用了。并且 ES8 的6座版本是有11个气囊的 ，ET9 也才9个气囊呀，多出的2个气囊在哪里呢？6座版在2排座椅上设置了 PCA 座椅气囊，因为典型的大仰角的躺姿，在发生碰撞的时候，人容易向下滑，向下一滑，安全带就容易勒到颈部或者腹部的一些挤伤，都是很容易出现的。所以 PCA 的气囊就保证你在碰撞的时候抑制成员下潜和滑动的趋势，并缓解脊椎所受的冲击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这不用多说了吧？未来座椅的按摩力度超大，别人跟未来叫一样的名字，体验就是不如未来，未来就是好，这算是一个基操了。2排的车窗这次还配备了手动的遮阳帘，一拉往上一挂就完事儿了，也能提供更高的隐私。同时2排座椅的控制按钮最右侧还有2个很有趣的按钮。倒数第2个，这是 PDLC 调光玻璃的按钮。PDLC 的原理呢，是由2层导电玻璃夹层中的液晶聚合物的复合材料。这个在未通电的时候呢，这个液晶的分子呢是无序排列的，光线呢呈散射状，会形成一种雾化的效果，透光但不透明。通电之后呢，液晶分子会有序的排列，光线穿透，呈现一个透明状。ES8 呢提供了透明度的3档调节，隐私模式下透光率仅有 0.35%。隔热模式下透光率仅 1%， 而通透模式下透光率 12.5%。不管哪个模式都不需要再贴玻璃膜了。这个玻璃可以实现一种深度的黑色，在不贴膜的情况下，车窗外完全看不见。在需要透明的时候，又能提供足够的通透性。因为这是一个新技术，目前用的车比较少，像在仰望 U8L 那个车估计要卖到100万左右吧，所以未来 ES8 也用，应该会要选配，而且我猜价格可能不会太便宜。未来呢做的比较深入的一点是后排车窗玻璃以及后排的三角窗玻璃都是这种调光的玻璃，后面的三角窗呢也给额外上了一个物理的遮阳帘，所以在你躺着的模式下不会泄露你的分毫隐私。说到隐私，最右侧的按钮则是一键隐私的能力，在硬件上它会关闭车内的摄像头，关闭车内的录音，会把整个车窗的玻璃调暗，这其实是方便商务人士所使用的能力。水杯架呢，则是在扶手上弹出式的设计，两侧的座椅扶手呢都是电动调节的。这个椅子啊，未来真是做的一代更比一代强，一代更比一代想得明白了。为什么？我买过2台 ES8， 初代的创世版 ES8 我买过，2代的创世版 ES8 我也买过。当我做到这个3代 ES8 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所有的每一代的缺憾，未来都把它补齐，不仅补足自己的缺憾，他还会去市场上去看一看别人做到了什么程度，自己把它做好。所以这代 ES8 的椅子我真的特别喜欢。2排如此多的豪华功能，差不多终于聊完了，聊聊3排吧。这么大的车跟乐道一样，座座都是 VIP， 也是基本操作。相对于增程车来说，纯电的未来进入3排你也是没有台阶的，3排的头部空间给的也是足足的。如果你是6座的话，中间的通道十分的宽敞，所以你过去没问题。如果你是7座版本的话，2排座椅折叠的速度也很快，都能方便你快速的进入第3排。未来 ES8 包括乐道 L90 的第3排彻底摆脱了传统大3排 SUV 和 MPV 的低坐姿、小板凳以及小脚窗。
所以有了乐道 L90，有了蔚来 ES8，你还要买什么 MPV 呢？毕竟大家也不喜欢开个面包车吧。第三排座椅最大支持130度的大躺脚模式，座椅可以向后躺，这个很常见了，对不对？ES8 的第三排坐垫支持电动前后调节，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就是你在别的车上看到的所有不足，乐道 L90 解决了。ES8 在 L90 的基础上更加奢侈增强了就是了。第三排也有共享全车3067毫米长的超长侧气帘，哪怕是儿童坐在第三排也能接住儿童的头部。聊完第三排，终于可以聊一聊后备箱了。容积547升，同级别最大，可以放下7个20英寸的行李箱，仍然还有空间。因为用的是 ET9 的同款340千瓦电机，并且优化了悬架的位置， ES8 的后备箱下方仍然有一个高达132升的下沉空间，可以放下3升茅台，外加对应比例的华子。你想想看，多么明确，多么实际的需求呢？聊到这里，这篇文案已经有超过4500个字了，结束了吗？也许对于别的车来说，能看见的地方把它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地方呢。这车标配了蔚来5纳米的自研神机智能驾驶芯片，而且 NWM 蔚来世界模型已经成功的跑在了芯片上。你说听到什么端到端，听到什么 VLA、VLM 这些东西都是蔚来世界模型的一个子集罢了。ET9、全新的 ET5、全新的 ET5T、ES6 以及 EC6 都已经证明了自研芯片的可用性，这就是蔚来引领行业的成就，这是中国车企打破垄断的一小步。要知道，在1年前的 New In 蔚来科技创新日，当斌哥手持神机芯片的时候，下方的评论尽是嘲讽，满是不信。现在神机拿出来了，流片成功了，上车了，软件也可用了，请在弹幕中说一句斌哥厉害吧。蔚来神机 NRX 9031芯片降噪有多厉害？9031的 ISP 提供了行业最高的动态处理范围。大暴雨实际体验。暴雨也清晰，斌哥真牛逼。因为神机芯片的超强能力，蔚来可以复用 AD 摄像头来做流媒体后视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流媒体后视镜依然可以清晰，在暴雨天依然可以穿透雨雾。这就是蔚来用技术创新引领卓越的体验，真正的遥遥领先从来不是挂在嘴边。说到这里，差不多这条视频该结束了。但是如何让开惯了燃油车的人相信一台纯电车呢？毕竟习惯是最难改变的事情，不然我们也还能看到 BBA 的燃油车1个月还能卖着大几万台呢，是不是？蔚来既没有小米那么大的基本盘，也没有别人遥遥领先的宣传能力，那靠的真的就是干苦活，下笨功夫。11年了，这家车企从创立的第一天拿出的第一代产品，就在解决电动车补能不如油车的问题，就在解决电车的电池在过保之后昂贵的问题。我还记得2017年12月那个严寒的晚上，初代 ES8 发布，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我看到这个男人用换电的方式来解决电车的里程焦虑，给了彼时已经是特斯拉 Model S 车主的我极大的震撼。如今这台 ES8， 你可以说它是第3代，或者说它是第4代，大车，奢华大空间，补能不焦虑，哪哪都能去。你或许已经知道，蔚来是车企里面建设充电桩最多的，蔚来也是车企里面建设换电站最多的，遍布全国的超过3400座换电站，是蔚来车主们无忧无虑到处跑的基础。昨天，斌哥跟力宏把 ES8 沿着318一路开到珠峰大本营，全程只靠换电站。在318这样的高海拔地区都可以有换电站，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什么地方不能建换电站吗？油车能到的地方，蔚来乐道不仅能到，而且更低成本、更舒适的方式到，这恐怕才是斌哥要宣告的。全中国所有的充电桩，蔚来都可以用，可以换电，可以充电，标配102度电池，925伏领先的平台，就是把高端大3排 SUV 推向了纯电时代。8月21日，蔚来将在成都开 ES8 的技术发布会，随即门店就可以看到现车，希望大家去看一看。9月 New Day， 我相信这台 ES8 也会发布及交付的。蔚来公司11年了，在研发上坚决投入，
终于到了转折，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好了，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